东亚到南亚有大量的绿带，那种大量绿带有个好处是资源是宽裕。虽然欧洲也是绿绿的一片哦，但是欧洲的土壤除了东欧之外，基本上土壤是相对是粘性，这个跟整个环境的资源有限而呈现了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透过殖民，透过四处的向外发展来找补是他们的基础。整个罗马帝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罗马就是今天整个欧洲文明的共同始祖，都不能理解嘛。你今天一带一路，你想贯穿欧亚大陆，你这不是贪？什么是贪？我们呢？那也不就是殖民非洲一些落后地区，但我们殖民帝国都瓦解了，换你来殖民我们大家。而对我们来讲，这个中华文化的贪在哪里？贪的是什么？贪的是和平。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带一路里面所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没办法实现嘛，因为打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西方的文明就是一个字：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一带一路思维跟西方思维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在今天哪怕是华人社会里面，也有不少人出现误解？我先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有没有私心？绝对有。讲好几次，我们要了解世界的梗概啊。首先呢，在亚洲这个地方啊，尤其在东亚跟南亚都是所谓的季风气候带，当然季风的成因各有落差啦。冬天的时候大陆冷得快，所以呢从大陆吹干冷的风然后到往下吹，所以冬天是干的冬冷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大陆增温的快然后呢海洋升温的慢，所以海洋相对形成高压，那经过地球呢叫做科斯力的运动，地球自转所造成的这个风向的偏转它比如说呢，那科斯力呢，它就会造成怎样？它就造成这样子这样转过去所以的风就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转向。当然，它会随着太阳直射的变化啦。那在印度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信风带所造成的这个风向的一个变化。不过整个来讲就是大面积的海陆空气的交换，而这种海陆空气的交换，在随着冬夏的变化而造成，就整个东亚到南亚有大量的绿带。那种大量绿带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资源相对来说是宽裕。就回到我们刚才所想讲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世界很难去接受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在东亚资源说真的相对是够的。为什么西方我刚才讲叫做昂萨思维，叫做犹太财团思维，叫做希腊罗马思维事实上呢，这个跟整个这个环境的资源有限这呈现很大的落差。首先呢虽然欧洲也是绿绿的一片但是呢欧洲的土壤除了东欧之外，基本上土壤是相对是粘性的，所以欧洲就出现一个问题。另外气温低很多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啦就觉得说这个欧洲那么温暖为什么他们还要到处四处去掠夺呢？这就是我们从文明、从环境、从地理角度的思考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我再说一次，东亚或者是整个东亚到南亚4个字，得天独厚，真的是得天独厚，因为气候温和，水量充沛。那早期的文明在哪里发展起来了呢？主要就在环地中海一带。那最有名的欧洲的这个文明其实跟两河流域跟埃及文明是有联系的那这里呢从两河流域发展起来，我们可以看就知道那这里其实相对干燥，而欧洲的文明呢，最早在哪里呢？最早在希腊这一带发展起来。这一带呢，虽然有地中海气候，水是没有这么缺的，但是这里这个平原相对少还有呢土地呢没有这么的肥沃，所以呢，不管希腊哪一个城邦就是很早开始就习惯向外殖民。事实上呢，希腊文明的前一生在这里在今天黎巴嫩这一带，也就是我们昨天才刚介绍过的嘛。这个中东的这个腓特烈湾靠地中海东侧这一带呢，这一带就是古代的腓尼基人的地方。腓尼基人也是四处去殖民所以其实透过殖民，透过四处的向外发展来找补这件事情，是一个他们的基础。整个罗马帝国的建立其实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罗马实质上就是今天整个欧洲文明的共同始祖。今天我们看到从法国到德国到波兰，甚至到欧洲这样沃野千里的感觉那个不是天然形成的那个是
人类经过科技的推进演进，学会用马来耕地啊，然后有种犁的产生，才慢慢改变了这个基础。那对罗马整个时代来讲呢，我们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明细了哈。今天的整个欧洲的明细也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大致上是这样了哈。这边呢哈是属于拉丁人的天下哈，这里就是拉丁人。那什么是拉丁人呢？就是罗马人的后裔了哈。但事实上他们也被入侵好几次，但基本上就被拉丁化了。哦，讲的是以拉丁语系为主。什么是拉丁语系呢？就是以罗马人的语系啊为主的哈。这边大概是拉丁语系啊，我讲的是欧洲了哈。然后呢，这边呢有个独立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哈，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它是单独语系的。然后这里有个土耳其哈，然后希腊人是一个独立的语系。然后这里呢哈，这里这个罗马尼亚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哦，它好跟这个摩尔多瓦他们是同一族的哦，好，这个拉起来。这个也是拉丁的系统，然后这个匈牙利人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啊，我们都把它框起来。那其他地方呢，就是分成几种啊，大概是这样啊，这边这样画，我们大概就以今天的国界来划分啊，哈，这里呢，就是这个都是斯拉夫人啊，然后这个爱沙尼亚的画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斯拉夫人的天下。斯拉夫人哈，很多人会以为他是奴隶哈，因为跟英文里面的 slave 一样啊，不对哈，不对，完全没有关系。爱尔兰跟这个 Wales， 这里切一条线起来，这个是还有这个北边切一块起来啊。这边呢是属于这个这个叫 Celts 塞尔特人，就那个塞尔提克队凯尔特人啊哈，我们就叫塞尔特人就凯尔特人用凯好了。其实上古凯尔特人分布的非常广哈，但今天呢基本上就不断的萎缩啊。爱尔兰人是凯尔特人的后代，这个苏格兰北部高地的也有一些凯尔特人。今天的这个这一块叫威尔斯也是凯尔特人，然后还有这里有一个 Corn 这个角斯堪迪不对，斯堪迪维是这里这个叫这个什么那个突然忘记了大家帮我补充一下，你看那这边剩下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日耳曼族日耳曼人。剩下的地方你说这个画起来是怎么回事这个再解释一下。然后芬兰人也是不一样的民族芬兰人要把它画开。芬兰人跟爱沙尼亚人是同一组叫乌芬语族那属于比较小的。OK， 好，那大概是这样，这是整个欧洲的明系。那你说欧洲明系那么多我怎么可能他们的思维都一样呢？不是他们思维一不一样的问题，而是基本上都受到罗马文化的深刻的影响。基本上就是一个基督教文明除了少量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文明例如说在这里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叫巴斯克人那巴斯克人他们也是属于一个独立民系跟这个阿尔巴尼亚人很像都属于独立民系。OK， 好，对是这里面这个比较特殊的像 Hungary 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呢那个他们的祖先叫马亚斯马扎尔人那他们又自认为自己是匈人的继承者Huns 叫匈奴阿提拉有没有？所以呢，又取了一个叫 Hungary， 很复杂，很复杂。那这个斯拉夫人又分了好几块了大概我就用另外一个颜色区隔一下好了。我们的斯拉夫人自己内部又分好几块这个蓝色比较浅的这边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是西斯拉夫，白俄罗斯、乌克兰莫斯科是东斯拉夫，这个是西斯拉夫，用打个 W 好了，这东斯拉夫。然后呢，塞尔维亚这一大串的这个是属于南斯拉夫是这样来的。不过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今天的欧洲有这么多民系那你要说，拉脱尔跟立陶宛什么？拉脱尔、立陶宛是属于古波罗地人，这是很弱小的民族基本上凯尔特人、波罗地人，还有这里所存在的巴斯克人，还有阿尔巴尼亚人在欧洲都属于少数民族那你说那个希腊人怎么讲不好意思，因为希腊人是欧洲的老祖宗，虽然这个希腊人今天的地盘很有限。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欧洲人呢到希腊还是要畏惧3分对吧？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民系这么复杂，你怎么可以说他们统一呢？我跟大家讲报告。首先这么复杂的民系还有分上宗教，还有东正教什么的一大堆的，对吧？但是万变不离宗，潜藏在欧洲文明里面有一个基底的逻辑，就是当资源不够要怎么办？就要向外拓展，因为这是罗马人留给整个欧洲民族的共同的遗产。那你说你怎么证明他们都受到这个影响？简单来讲，拉丁民系里面最强大的是谁？是一开始兴起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曾经出过一个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呢，当时他占领了罗马，占领了查理曼帝国，他就自称叫做
罗马人的皇帝，谁封给他呢？找当时还在罗马的教宗封给他。所以拉丁人有没有继承罗马精神？有。我刚才讲嘛，你看哦，三大民系哦，主要我们可以分成三大民系，一个叫拉丁民系，一个叫斯拉夫民系，一个叫日耳曼民系。三大民系呢都继承罗马精神，这才是今天整个为什么欧洲有一个所谓的泛欧文明呢？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文化的基底哦，你要去这样的去思考哦。好，那你看哦。这就是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帝国当时就征服罗马，然后还自称罗马人的皇帝。他其实就继承了罗马的精神嘛，向外拓展哦，然后获取土地、掠夺的一个精神哦。好，那再来，你说那日耳曼民系呢？日耳曼民系有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有没有？他当时呢，他由奥图一世所建立的啊。这奥图一世达到一个极盛，他其实本来是查理曼帝国拆家而来的，因为查理曼有3个儿子啊，那查理曼呢，3个儿子呢，这个运气呢很不错，结果这个3个儿子死了2个，剩1个继承了他的帝国，但他的孙子辈就不行了，他孙子辈又生3个，生3个之后呢，一人分一块，分成西法兰克，其实这个写错哈，这叫法兰克，不叫法兰西，好，算了，我们这个不理他。好因为我们做历史的，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然后后来到查理曼的孙子的时候啊，又是3个孙子啊，这一次3个都长大了，然后就划分成3片那划分成3片呢，就西法兰克、中法兰克跟东法兰克，约略在今天的法国那后来呢，中法兰克的王很早就挂了之后呢，就一分为2，就变成西法兰克跟东法兰克。而这个东法兰克后来经过演变到奥图一世的时候，他就大展拓土就成为这个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它就是以德意志为中心所拓展出来的。然后再一次的，好，你说为什么叫神圣罗马帝国啊？对他就效法他的祖先查理曼大帝，又跑到罗马，又叫教宗给我加冕。这个流程为什么要找教宗加冕呢？我告诉大家，因为呢，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就罗马就进入了这个基督化的进程所以之后渐次的，就罗马皇帝必须要经过教宗的加冕那他呢就又演了一次古斯利，所以呢，日耳曼人呢也变成罗马人的精神继承者啦。好，那你一定说，哎呀，这不对啊！那你说刚才还有一个民族这个斯拉夫人这怎么回事呢？斯拉夫人没有办法跑罗马，毕竟莫斯科或者是基辅离这个罗马还是太遥远。你看莫斯科跟基辅在哪里对吧？莫斯科在这里基辅在这里对不对？离这个罗马这个还是太遥远了。你真要跑到罗马去继承有困难。在这个时刻呢刚好莫斯科大公国兴起那说这个时候为什么那么晚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15世纪，东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这样，罗马帝国在376年的西元376年的时候分化成东西罗马，476年的时候呢，西罗马就灭亡，到了1453年，东罗马才灭亡。那在最后一个东罗马皇帝，他的女儿呢，当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了。那说为什么那么晚强大？好，抱歉，因为被蒙古人蹂躏过了。对，是的，当时基辅本来是斯拉夫人的祖宗之城这个就像是这个满族是发展自圣经，对不对？要么沈阳，要么吉林嘛，对吧？结果呢，把这个基辅城屠到白骨片野所以呢，后来呢，一开始就臣服于就臣服于这个蒙古人铁蹄之下的莫斯科呢，反得以保全那当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崛起，而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已经分成好几藏那他们就清察汗国其实就是金藏汗国的意思。那当时也分成一大堆藏，什么白藏、蓝藏，巴拉巴拉一大堆藏已经搞不清楚藏了这个搞快变智障真的那统治末期很弱，所以呢，他就跃崛起，就迎娶了什么？就迎娶了东罗马帝国的末代公主然后呢，到了莫斯科，结果没多久呢，这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就灭了东罗马帝国，从此这个莫斯科呢就女婿来继承大统所以就称第3罗马。所以讲到这里你就可以了解，不管是呢这个哪一个民系不管是拉丁民系也好，日耳曼民系也好，斯拉夫民系也好，通通继承了罗马人的精神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的有意思。那就可以解释，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带一路”里面所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本没办法实现嘛。因为打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西方的文明就是一个字强，不能理解嘛。你今天一带一路你想贯穿欧亚大陆，你这不是贪？什么是贪？对不对？那比我们还贪啊！我们呢，这个去殖民地，对不对？那也不就是殖民非洲一些落后地区，当然有能力想殖民全世界了啊。但现在我们殖民帝国都瓦解了，换你来殖民我们大家，这什么？而对我们来讲，其实中国人的贪，或者是中华民族的贪，是这个中华文化的贪在哪里？贪的是什么？贪的是和平，贪的是世界大同。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带一路”这个不能这个没办法为西方人所接受。